马上就要选总统了，你知道3位候选人在整体外交政策上面有什么规划？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原则？又有怎样的国防军事布局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总统候选人的外交、两岸、国防政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总统大选要到了，你知道每个候选人的政见是什么了吗？欢迎来到我们听得到你的总统，听听总统的政见，看谁跟你最速配。前几集我们有说过，选总统跟滑交友软体的感觉有点类似，都是要找看看呢对方跟自己的共同点。但是选总统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就算你放弃了投票或者是选择的权利，还是有人会当选，有点像是被强迫配对的感觉。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让别人帮你选择，记得花一点时间试着了解各个候选人的政见还有价值观。那今年呢，听得到你的总统系列总共有4集哦，每集我们都会选出一个主题，挑出几个面向的议题，分别介绍3位总统候选人们预计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而最后我们会针对这些政策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那今天已经来到这系列的最后一集，这一次要谈的是外交、两岸和国防政策。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的钱包好用吗？是不是塞得乱七八糟，或是尺寸太大太小不太好拿呢？今天要介绍的是 Hacksmack 的 0.1 Wallet 手机长夹，他们长夹主打刚刚好尺寸，跟 iPhone 差不多大，所有人都能够轻松手持。打开皮夹后，还有10大直觉的收纳设计，纸钞、卡片、发票都有专属位置，怎么收都整齐。零钱袋呢，更是采用了磁力快开技术，帮助你快速轻松开合。另外 0.1 Wallet 还有获得专利认证，独家的双面感应设计，两面各放一张卡，独立感应不干扰。无论是交通卡、信用卡、门禁卡，都能够免抽卡直接刷。心动的话，马上点击资讯栏的链接了解更多资讯。现在购买享有53折优惠，输入专属折扣码再折150元，不要错过哦。在外交上，3位候选人分别提出了他们认为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和对应的政策解方。首先，柯文哲表示，台湾目前面临着美中对抗、俄乌战争造成的世界局势动荡和邦交国的数量减少、贸易协定签署延宕的难题。因此，他提出要着重跟美日欧在经贸、科技等等领域的交流，而且跟美国、日本还有深化安全交流。至于欧洲呢，则要用国会外交的方式来加强连接。另外，他也提出要配合台湾产业的转型，跟新南向国家深化经济还有文化上面的连接。而就更广泛的非邦交国来说呢，他主张让中央地方协力以城市外交的方式来补足传统外交上面的不足，并且在现有的机制上面加强参与重要国际议题。至于现有邦交国呢，则是要积极的巩固，但是要改变金援外交的做法，改成有偿金援或者技术合作等等，避免跟中国恶性竞争。而赖清德呢，则从全球的局势出发，强调从俄乌到印太，目前全球民主都在面临威权主义的挑战。因此，他的政策重点首先是要深化跟全球民主国家的合作，包含了赋权台湾民主基金会等等组织，跟各国建立更牢固的连结，并且向乌克兰人民提供更多的人道援助，联合盟友共同的抵抗认知威胁等等。他也表示，印太地区是21世纪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地域之一，而台湾也占有关键位置。因此呢，要强化跟日本等等邻国的合作，共同的维护印太海域安全跟还有开放。另外，在经济上面要加强双边、多边的经贸合作，包含了延续蔡政府跟英、美、加等国达到的贸易投资进程。同时呢，也承诺会加入 CPTPP， 并且呢，深化这个新南向计划，来加强台湾在亚太的影响力。而至于邦交国，则是要提升在基础建设、贸易投资上面的双向合作，并且扩大私人企业的投资，也会和理念相近的国家筹组投资团，投入永续计划，同步的加强国际连结。最后，侯友宜则是表示，近年台湾新南向政策成效不彰，还有邦交国大减、国际空间受限等等的问题，导致政府无力保护在海外受害的国民。因此，他的政策首先是把外交的重点从新南向扩展到印太，提出要成立相关的行政单位跟智库，加大推动和印太国家的认识和交流，并且会积极的争取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同时，也要深化跟全球民主国家的交流合作，促进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并承诺会在任内加入 CPTPP。另外，他也提出要发布国际合作发展政策白皮书，建立互惠互利、平等永续的援外基本原则，并且透过这些对外的援助，扩大国际执法，来保护海外国民，并且防范国际犯罪带来的伤害。
那在大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对于台湾的左边邻居，三人又有怎样的应对方针呢？在两岸政策上呢，三人都主打和平避战，但重点各有不同。首先，柯文哲的基本方针呢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在维持民主自由的制度、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用对等尊严的方式跟中国交流。他认为应该要在美中对抗的格局之下思考两岸政策，让台湾成为美中的沟通桥梁，而不是美中对抗的棋子。他说，过去就是因为两岸都零沟通，所以台湾海峡成为了外媒眼中最危险的地方。因此，他进一步提出用互相认识、了解、尊重、合作、谅解这5个互相为原则，跟对岸交流对话维持和平。但他也表示，还是要有自保的能力才能够对等的互动，所以主张要提升这个国防预算，加强防御能力，并且强调要参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对中策略，可以合作时合作，要竞争时竞争，必须对抗时对抗。而赖清德呢，则是主张和平保台，维持现状，并且强调会延续蔡英文的基本方针，秉持4个坚持原则：坚持民主自由宪政体制，坚持两岸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前途由2350万人决定。但他表示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跟中国展开交流。至于交流原则呢，也延续了蔡英文的新4步：过去达成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那他也强调，在中共还没有放弃武力侵台之前呢，不能够靠侵略者的善意来维持和平，而是要靠自己的实力阻止中国单方面改变现况。所以他也进一步的提出了和平4大支柱行动：一是借由强化防卫嚇阻能力，使中国动武的成本增加，进而降低军事风险；二是提升经济韧性，减少对于中国贸易的依赖，巩固台湾的供应链；三是加强跟全球民主阵营的合作；四是维持务实一致的两岸政策，捍卫两岸现况。最后呢，侯友宜则是主张重启对话，避免战争。他强调自己的基本方针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并以国家安全为优先。因此，他主张合乎宪法的9·2共识，也就是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同时呢，他延续了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反对1国2制，也反对台独，并且全力的避免战争。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表示会大力的推动双方的交流，以平等、尊严、友善的方式跟对岸沟通，并且进一步的提出用嚇阻对话、降低风险的3D 战略来跟对岸建立互信和平的交流。那既然3人都提到了跟中国的交流，那具体来说，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选前不久，因为中国部分终止 ECFA 的协议让3位候选人的两岸交流计划备受关注。那关于 ECFA 呢，还有 ECFA 架构下面的服贸，我们在经济劳工的那一集呢都有讲过，所以这边就比较快速的说明。首先，柯文哲提出可以从体育文化、宗教等等争议比较少的面向开始交流。经济部分呢，则是可以坐下来谈，也表示 ECFA 无法废掉，但要谈判来降低风险。而至于服贸呢，他说自己没有说过要推，但也没有明确的表态会不会推动重启。而赖清德则说，绿营新4步原则当中的承诺不变，就代表他们不会背弃任何过去政府跟中国签好的协议，其中也包含了 ECFA。而赖清德强调，现在是中国单方面的喊停 ECFA， 想要以商逼政，并不是台湾主动选择要废弃 ECFA 或不跟中国沟通。同时，他还表态不支持重启服贸，因为他觉得如果通过服贸，会对于台湾的就业市场各行各业都造成严重冲击。此外，他也没有提出其他方面的交流计划。至于侯友宜呢，则在政见当中承诺，在1年内恢复 ECFA， 并且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之后，就会推动服贸重启。此外，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交流计划，包含了全面恢复民间交流、落实既有的司法互助协议，并且重启两会协商，优先处理台湾民众在中国的人身自由问题。另外，他也表示会在立法司法等等单位上面建立监督的机制，确保这些政策公开透明，并且广纳社会的意见。在国防军事上，3人的大方向差不多，都提出了要跟美国加深合作，发展不对称战力，并且持续的强化蔡英文政府的国建国造、国际国造政策。不过，3人在国防预算军事布局，还有军力跟资安上面有不同的政策重点。柯文哲是唯一针对国防预算提出了具体数字的人，表示把预算升到 GDP 的 3%， 而且不会用特别预算处理。军备上面呢，除了既有政策之外，也提出了鼓励外商来台生产，带动台湾的国防产业发展，并且协助进军国际武器供应链。而在军力方面呢，他表示台湾兵役制度也常常被诟病没有效益，而且国防的发展方向是不对称战力，但这种战力所需要的训练呢，靠1年义务役的训练是不够的。所以他提出改用募兵制为主，征兵制为辅，加上有效率的训练，让当兵不只是浪费时间。
最后他表示，如果中国要对台湾动手，第一步就会是资讯战，所以要加重泄露国家机密的刑责，并且建立内部管理 SOP， 内部呢包含了这个定期更新账号啊、密码等等。而且在防卫之外呢，他也表示会在资安上面花更多的钱。上任后的第一优先就是组建网军，也就是资安团队，展现出台湾有能力瘫痪中国网路，来警告对岸不要轻举的妄动。而赖清德的政策呢，基本上都是延续蔡政府的规划，其中也包含了增加国防预算，但他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在军事布局的部分呢，同样延续现有的路线，支持军购之外，也要提升国造武力的生产应用，并且加速国防转型，加强非盾式战力。此外呢，他也从台湾的战略位置出发，着重在印太海域的安全，提出增强海域执法啊、侦查的能量，并且跟周边的国家联手，建立海巡合作机制、海洋大数据的应用合作等等。军力上面，他则提出要在训练啊、民防上面跟盟友进一步的交流，也会不分役别的强化义务役、志愿役的训练，并且表示会负责任的检讨跟提升军人的薪资还有福利。至于治安方面呢，他表示近年来自于中国的认知战越来越严重，所以会推动保防教育，并且凝聚国家认同，以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另外，他表示今年共谍案背后呢，几乎都有透过中间人，所以也会推动立法来杜绝中间人发挥穿针引线的效果。最后，侯友宜表示，国防预算是否增加要依照对岸的威胁程度决定，所以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军事布局上面，同样提出延续国造武力啊、非对称战力等等的既有政策。此外呢，也表示会持续的强化跨海打击共军目标能力，但强调不会把中国的民生基础设施列为目标。另外，他也计划协助本土厂商通过美国国防部认证来进入美国国防工业供应链。而在军力的部分呢，他提出要改善军事教育，会大幅的提升军事教育预算，并且强化现代联合作战教育。同时，他也提出要全面检视提升军人的荣誉跟福利，包含了把93军人节改为全民进军节，并且呢列为国定假日，还有推动志愿役加薪、义务役精简入伍流程等等。最后在治安上面，他提出要强化国军重要设施的治安防御，但没有提供具体规划。另外，侯友宜强调，他会避免反渗透法被滥用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比如之前有里长去中国旅游啊，回来就被办，他认为呢有政治斗争的疑虑。这次3人的外交政策呢，都跟现有的政策方向差异不大，包含了持续强化跟美国的交流，推动加入国际组织等等。他们觉得柯文哲提出的政策相对多元，针对美日欧啊、新南向国家、邦交国还有非邦交国等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规划。不过，他提出了外交手段像是城市外交、国会外交，还有改变金元外交等等的概念呢，其实都是已经在实施甚至行之有年的政策。而且相对另外2位呢，他也比较缺乏具体的承诺。而赖清德的政策呢，则是延续蔡政府策略主打民主阵营啊、印太战略2大重点。但是对于近年邦交国数量减少，或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新南向政策带来的学工问题等等，他都没有回应要怎么样的改善，补足当前政策的不足。而至于侯友宜呢，则是有提出全新的政策来回应既有政策的不足，也就是针对柬埔寨事件这种国民在海外受害的状况提出因应的方案。不过他在政见当中呢，提到另外一个断交问题，并没有特别提出怎么解决，还是唯一没有针对邦交国提出政策的候选人。在两岸关系上，3人呢都提出要维持现状，但论述态度上面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我们觉得整体来说呢，柯文哲的态度比另外2位模糊难捉摸。像是被问到过去的两岸一家亲言论时呢，他说自己只是向对方示出善意，会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但被媒体问到觉得对于台湾威胁最大的国家是谁，柯文哲并没有正面回答。相对来说呢，赖清德的态度最明确。被问到为什么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时，他说那是代表他要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现况，也直接表态说目前对于台湾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共。另外，他也是3位候选人当中唯一明确把中共定位为侵略者的人。至于侯友宜呢，虽然也没有回答对台最大威胁是哪个国家，但他的整体论述表态，我们觉得还算明确，维持了蓝营的一贯方针，像是强调支持这9二共识，并且反对台独。而在论述之外呢，3人的政见都主打和平，也就都提到像交流跟吓阻这2大策略，但比重有所不同。柯文哲的政见呢是交流跟吓阻2者并行，他说自己呢是仿效美国同时合作、竞争、对抗的对中策略。他们觉得美国跟台湾在各方面上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比较难想象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台湾要怎么样用跟美国类似的外交策略。此外呢，他还说要让台湾成为美中的沟通桥梁，而不是美中对抗的棋子。他们认为台湾本身呢就是美中对抗的一环，所以呢要怎么样跳脱出被大国影响的命运，甚至反过来影响大国，我们好像也有点难想象。
而在赖清德的部分呢，他的政见多半都围绕在防卫跟嚇阻。虽然赖清德说不排斥跟中国交流，但他的政见当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交流计划。那么的解读是，如果中共持续的表态想要统一台湾，那一些选民期待的两岸交流，赖清德可能就不会推动。尤其呢，在他已经明确的表态不会重启服贸的状况之下，我们推测中共对于台湾的经济制裁恐怕还是会持续的下去。最后，侯友宜的政见呢是以交流为主，防卫为辅，两端呢都有提出具体的政策。但过去各种军购案发生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有人担心强化国防会激怒中国。所以呢，我们也有点疑惑，侯友宜要怎么样一边提升国防战力，一边推进两岸交流的进展。国防政策的部分呢，三人在军事部署还有这个军备规划的共同点不少，多半都是延续现有政策，比如跟美国合作发展国造武力等等。但在预算、兵役制度还有军人福利上面就有比较多的分歧了。首先，柯文哲呢是唯一有回应美国对于台湾的呼吁，并且明确给出这个预算提升目标的候选人。不过他说要改成以募兵制为主的政策，其实马英九政府呢就大力推动过了，当时因为募到的人数不足，最后宣告失败。但柯文哲呢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要怎么样改善才能够让募兵制成功。而至于赖清德呢，同样还是延续既有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优势是，像国建国造这种三位候选人都认可的政策，它处理起来的延续性可能会最高。但是跟刚刚的外交政策一样，赖清德对于这几年民进党国防政策被批评的问题，像是训练成效不佳军人留营率低等等，也都没有进一步的具体回应，只是说会检讨改善。那么认为对于选民来说呢，执政党有持续进步的企图，会认真的自我检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这部分的表现太消极，就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他们很傲慢缺乏倾听民意的诚意。那最后侯友宜呢，则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要怎么样改善国军的培训还有待遇。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他的国防预算呢是依据对岸威胁程度而定。但这个威胁程度要怎么样判定？那假设政府觉得中国蛮友善的，就不增加国防预算，那国军的待遇还有可能会提升吗？我们在这边会打上一个问号。那当然，以上这些政见讨论呢，都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察还有想法。所以呢，很欢迎观众可以留言跟大家分享自己对于三位候选人的政策有什么样认同跟不认同的地方，一起交流讨论看看哦。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大家收看也要特别的感谢这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重要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呢，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这集我们虽然分成外交两岸、国防、军事三个面向来介绍候选人的政见，但是三个面向其实都是息息相关，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切开来讨论。尤其在近年美中对抗之下，世界局势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冲突也越来越多，台湾更是首当其冲。所以台湾人选择什么路线来避免冲突，全世界也都在看。那么觉得这次选举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光看字面上面的政策，他们三个人很多方向看起来相似度都很高，有蛮大幅度呢都延续了蔡政府的既有路线。不过如果从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国防议题的发言记录，或者是这一次讨论政策时各自比较强调的执行细节来看，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找到蛮多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异。像是赖清德呢，就持续要往西方靠拢，藉由提升中国动武的成本来减低冲突的可能性。侯友宜呢，则更偏向跟中国改善关系，来打消对方使用武力的动机。也就是说，蓝绿阵营呢，大致都还是维持各自过去的方针。而柯文哲这边呢，我们的解读是他想要跳脱既有的框架，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所以提出了让台湾去改善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但是在中国统一野心不变，甚至越来越强的状况之下，台湾要如何对于中国展现善意，并且成功从棋子变桥梁，难度跟挑战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啦。而且这边呢，还是要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整理呢，主要是从候选人的官网、政见发表会、辩论会来取材。那也因为呢，从这些来源取得的资料，难免会有比较多暧昧不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参考各种媒体的访问来确认跟补充细节。只是因为篇幅有限我还是有删减跟简化，所以可能呢会有不够全面或者是漏讲的地方，那也很欢迎观众留言帮忙补充哦。那最后呢，也想提醒大家，今天这集是听得到你的总统的最后一集，大家在看完这4集的政见整理之后，别忘了找到跟你立场比较相近的候选人，然后出门投票，主动做出选择，不然就会像一开始说的你等于呢是直接把自己手中这个配对选择的权利让给了别人。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看其他集呢，等一下也别忘了来找来看看哦。好的，那这边呢不免俗的还是要问问大家，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哪个候选人提出的政策最接近你想要的方向？为什么呢？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总统候选人的外交、两岸、国防政策。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这次3位候选人的其他政策以及立委该怎么选哦。那么今天的这集7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